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经济条件，对吧？这个首要的，对吧？你跑到新西兰都可以啊。你如果有比尔盖茨这个身价，对吧？跑到新西兰去买个末日城堡，对吧？他们都有一个末日城堡。这个我打的，我那天也跟很多的观众在说，人家说为什么来泰国？我说句难听点的话，不就是因为穷吗？这个喝着大哥的咖啡啊，好喝。我呢，今天来呢也想就是采访一下大哥，大哥就不出镜了啊。对这个你是今年59岁对吧？对呀。那么原则上你还有1年时间，明年就领退休金了嘛。明年就领退休金了。对。那么现在还在属于单位里应该已经。我不是，我后来就是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嘛。所以个体户了。我老早就觉得生意不好，我就把它结束掉了。我还不如自己做期货啊。就自己现在搞点，刚才我们的电脑也看到了，自己搞点期货对啊，国内期货以前我主要是做那个国外的那个。那么按照你说现在就说你跟我们都不一样，我是属于来这里退休放松，甚至说也不算讨生活吧，就退休放松。那像他呢是属于在这里陪读家庭，那么你的话应该是属于就正儿八经的，就是那种退休养老了。那你是怎么样驱使你到泰国来养老的？一般养老，比如说有欧洲啊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啊、加拿大也很多，对吧？那么包括马来西亚也很多。对。那像马来西亚中文还比较通。那么你为什么考虑到泰国来？那么尤其像你是不会泰语的情况下，英语也就那么一点水平。有2个考量。2个考量。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经济条件，对吧？这个首要的，对吧？你跑到新西兰都可以啊。你如果有比尔盖茨这个身价，对吧？跑到新西兰去买个末日城堡，对吧？他们都有一个末日城堡。这个我打的，我那天也跟很多的观众在说，人家说为什么来泰国？我说句难听点的话，不就是因为穷吗？对呀。有钱我为什么？反正因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跑到泰国来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不累。对吧？我想吃什么就想玩怎么就玩，就不用考虑其他东西。那我们对吧？门槛也比较低。我们再回过来。第二点就是根据这个趋势发展，有的话就不大好说，对吧？就是以后就是泰国，因为是佛教国家，对中国人比较友好，对吧？如果在其他国家，我相信随着以后几年，那个会对中国人越来越反感。因为这样的，我呢是。也跑过很多国家，我应该已经跑了泰国，算56个国家了。对，其实很多人说泰国人可能会坑蒙拐骗啊，可能说对中国人不友好，但是可能大部分人是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对，你去过欧洲，去过其他国家，你就知道这泰国已经算还 OK 了。那不能说很好，最好那个不敢说。对，但绝对是排得上号的。对吧？那包括就这个考量。对，但是很多人他不理解，他就觉得泰国很差或者怎么样。那是我实话实说，你是真的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对，去过其他地方，去过欧洲，我在欧洲基本上快走完了。这真的，那边的对我们和这里对我们根本就是一个层面。对。好，那么再话题回过来，那么你到泰国来养老，这是你前面第一个考量的维度。对。那你第二个考量的维度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年初的时候不是脑梗了嘛。生病了。生病了以后嘛，这个在上海那个冬天的天气不友好。对，因为它极端有可能零下8度、零下2度，而且上海没有暖气的。你是上海，我是杭州，我们两个比较近。差不多，江浙沪区差不多的。对，它很恶心，温度要不就0度，43度真的。夏天40度以上冬天0度要不零下5度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对，上下温差大概有45度左右我记得我1月份来的时候，我在杭州穿着大棉袄过来。到了泰国又大夏天，这不生病才怪了。对啊，尤其是季节的变换，江浙沪的人应该最知道了。2个季度的变换，就是一天温差就是20度。对，上下温差一天就是20度。对，就泰国的天气，你就觉得1年4季都是比较暖和的，因为不像欧洲或怎么样，病人比较友好。因为像欧洲就会像北欧的国家，或者说冷的受不了对，它也是很冷的，冷的受不了。天气的问题，那还有呢？还有嘛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人比较和善嘛，对吧？这个环境是很必要的。那你现在在泰国待了多久了？
我从9月16号过来。那刚好3个月。对。那么你这3个月住下来，你为什么考虑说住在排屋或别墅区，而不考虑住在市中心的公寓？我市中心公寓也去过，也是看过了。但是呢，对一般来说，你不大像年轻人喜欢娱乐，对吧？夜生活比较多一点的。那么你可能就喜欢公寓市中心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比较因为偏生活一点的，对吧？我觉得那个住这个排屋啊什么比较农民公寓嘛，对吧？人比较舒服，因为房间比较大嘛。对，可以种花，种草。你房间大的话，你看着心情也比较好吧？你可以这间房间你不用，我就一个人住，现在不用房间，这间房间走到那间房间，走也可以啊。我那个就很小，就跟酒店太小了，太小了以后你不动了以后就容易身体不好，对身体不好，压抑。因为你是一个人到这里来的。对啊，对，我先过来看看呀。先过来。对啊，看看以后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赶紧先租一间房子，因为我那个签证时间嘛，要办养老签证嘛，办养老签证2个月，否则的话，你东看西看，时间不够了。对，因为泰国的话，要地址证明，50岁以上就可以办养老证了，所以你是刚好可以卡着这个，所以赶紧要去租一个。租了以后嘛，你大不了再看看嘛，到时候再换嘛，再换嘛。这倒是买一套还怎么样，慢慢看嘛。等到你按照你的意思，就是正儿八经退休以后，你也是按照我的建议，就是说，你先在这里住个1年半载再说。对，看看哪里方便，对吧？你再选择环境情况，包括因为你这个不光要什么看海景，对吧？说白了，你海景看，天天看。我刚刚来了以后，希尔顿住了2个礼拜嘛，整整2个礼拜。那天天看。天天看呀，眼睛睁开的就是海，晚上看了也看头阳台头一伸下面就是步行街，对吧？而且是正海景房间，中间的正海景房间，对吧？你两边都看得到21航站楼那个，包括那个它刚好在21航站楼跟步行街的中间嘛，中间嘛，对吧？这前面就是一个菩提亚那个观景台，爬山，爬山都看得到的，对。都看眼睛睁开来，我就看了也就厌了。因为你这里的话是属于就是我们按照泰国人说法是东区，铁路东区。铁路东面了。那么中天那边你去看了没有？一般来说，很多养老人也会到中天去看。我去看过了呀。我第一天就去看过。我那个第一天就去看。第2天就星期天就去看。中天你是觉得还不如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公寓房子又矮又小。那中区有别墅呀？中区也别墅，但是我觉得交通不方便呀。中天交通不方便。你泊车叫车，中午的时候我在那个龙平里叫车叫了半天啊。它只有双条那条线路。对呀。到了桥底下很堵的，到了步行街。对呀。你现在住在东区，你直接走苏坤一路、走中路、走帕塔亚南路都很方便。我这里出去那个考特路下面堵车，我现在都比他们开车的人都知道了。从后面出门不是右转嘛，左转。从小路过去，就是南路嘛，帕塔亚泰。对，从这小路过去嘛，从小路穿过去以后一点不堵的，从中间一条路穿过去，就是南路那个口。我知道南路口，就苏坤一个南路的口。对啊。我家今天出来，我是绕到中路走苏坤一以后绕到铁路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家就在我之前推荐那个某个他的边上。就小马家边上嘛，对，就这里。往里面捡就是理发店。就是大兄妹那里是吧？大兄妹那里，前面就大兄妹那里。那理发店这里一个理发店不是你们说贵，这里边这个理发店才160那个呀，才160。我说到理发这个事情，我插一句，我不是考虑钱的问题，我知道是剪的真的丑，你知道吧？剪的真的丑。你叫他要剪，你给他个东西要怎么这样一点点我把照片都给他了，剪完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这2天稍微适应了一下，前2天我都觉得自己。所以像我年纪大了就无所谓了。我直接和他说5毫米帮我推一下，或者3毫米推一下。我们今天主要不说剪头发事情啊。那么像那么多地方，我一直在纳闷一个问题：原则上按照您这个岁数，为什么不考虑住到清迈去？因为说白了，清迈一个你去过吗？清迈？我抖音上不是都了解？清迈你自己没去过？对啊，你看云旅游到现在你为什么不考虑清迈，而考虑芭提雅这个相对来说年轻人多的地方？对呀，我因为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年轻的，对吧？说白了和年轻人啊打交道啊也比较也能够融合。说白了。那如果搬到清迈去住的话，你为什么当时不第一选择考虑清迈呢？因为我觉得清迈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还是太偏了一点。因为我们本来就住在上海嘛，对吧？比较热闹的地方嘛。这样你一下子弄到很好像
清迈一般陪读家庭养老的呢，都会住在杭东或者三赛这一块啊，因为我清迈比较了解。对啊。然后相对来说离古城还是有点距离的。对呀。边上说句不好听的，除了这个小区，你出去就是田了。对呀，我看到呀，很多都填了呀。都填了。你如果不用车的话，像我现在本来想买辆车，像我觉得车都不用了呀，泊车打车很方便啊，网约车。对吧？清迈如果你住在古城里面，其实也很无聊的。古城里面第一个价格高，第二个没有这么大的房子的。对呀。都要住到说句不好听，清迈的2环以外了。对呀。就上泰玛雅的以外了。那你肯定要弄辆车。要弄辆车，清迈肯定要弄车。现在我多方便，泊车叫一个到商场去，上了车以后打个瞌睡就到了，对吧？还可以打个等。你自己开还要高度紧张一会，堵得要命。好，那清迈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海，对吧？对啊。虽然说我们不需要每天看海，可以想你需要有了就可以看。那我有第二个话题了啊，对，为什么不去普吉？普吉，我觉得就客观的分析，你觉得因为什么？哪里？因为我觉得以前不是普吉不是属于外海。对外海，它外海这里是外海了以后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？海浪大，还有以前发生过什么海啸啊，什么东西，对吧？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就是潮气大一点。哎，但是芭提雅这个地方很怪，不潮。对呀。原则上在海边，太阳一晒有水蒸气上来，住在海边，我们第一的感觉就是很潮。但芭提雅不潮。对。普吉我住过，很潮。对。对呀，所以我这点要考虑啊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太潮了以后，你对那个风湿啊、关节啊都不友好。而且因为我住在中心海，你也知道，我是靠近海边，比较近的地方，我晒衣服基本上半天就干了。对呀。按照道理，我在杭州，我家住钱塘江边。有时候衣服一天晒不干，对呀，是潮的，很潮很潮。我家，对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芭提雅潮，我是觉得芭提雅一点不潮呀，不潮呀。对，我住在那个希尔顿的时候，希尔顿更好海了，就是边上啊。哎，对，我有的时候就自己衣服洗一份，就阳台一搭就好了。我如果交给他们洗的话，洗衣机里一滚就完蛋了。对呀，对吧？对呀。那么整个现在你3个月住下来以后，你有打算换地方吗？我看看再说，我说的换地方不是换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有没有考虑离开芭提雅，或者你觉得芭提雅有什么东西你现在住不习惯的啊，或者不好的？没什么不习惯呀，没有什么，我有可能过段时间普吉啊去旅游。旅游会旅游，去旅游定居你还是目前考虑是芭提雅？对呀。也不想多动呀，只要人觉得还比较舒服嘛，能够习惯就可以了。旅游嘛，无非就是你以后像现在不是免签的国家越多了嘛，其他地方都可以跑，什么周边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啊都可以去逛逛了。因为说白了呢，其实说那个生活条件啊什么，马来西亚也是可以，但是有一点，就是因为马来西亚那里是穆斯林国家，就是说白了有点。因为原则上语言方面，其实最好是槟城中文几乎通。对，但是你这个东西，因为考虑到以后的发展啊，什么局势发展的情况，就是我觉得。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，就是我们好像不喜欢中国人多的地方。对的。反而到槟城去，我感觉就没有出国。对。我去过槟城，我感觉对的。这个槟城走在不是跟老底子90年代或者2000年的杭州没什么区别。对呀，所以啊，任何的招牌都中文，当然芭提雅也有很多的中文招牌，但是相对来说。至少你吃的东西还是偏泰国菜或伊桑菜的，你到了那边去，我这种感觉好像没出过门。对呀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很多人接受不了泰餐，我是觉得偶尔泰餐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尝试是可以尝试，但是你自己时间久了嘛，你不一定习惯，因为像我这个不喜欢吃辣，关键不喜欢吃辣你习惯吃辣嘛，就是我辣基本上一点都不碰。主要呢，你这里好，这里有自己可以厨房可以自己弄，像我公寓自己弄电磁炉，真的不能少。对呀。那行，时长差不多了，我们待会儿就去买菜。买菜以后，我们就大哥家做饭。今天要给大家做红烧肉。